Hello， 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，大家好呀！欢迎来到每天都能听的慢速中文节目，我是今天的主播王毅。大家好，我是浩然，很高兴又和各位见面了。不管你是正在慢慢学中文的朋友，还是已经学了一段时间，想把单词记得更牢的朋友，这期节目都特别适合你，一定要认真听完，肯定能帮到你。没错，咱们今天不聊复杂的语法，也不练绕口的句子，就聊一个大家每天都会遇到，还特别头疼的事，记中文单词。我先问问正在听的你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？我猜肯定很多人都中招，比如早上花了半小时，认认真真背了10几个新单词，每个都念了好几遍，意思也记下来了。结果到了下午，再看到这些单词，突然就想不起来意思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好像刚才的时间都白费了。还有更常见的，就是把意思相近的单词弄混，比如意思都是看的几个词，到底什么时候用这个，什么时候用那个，分不清楚，说话或者做题的时候，随便用一个，结果用错了，自己还不知道错在哪里。而且很多人记单词，就是拿着单词表一遍一遍读，一遍一遍写，机械的重复，记得特别累，还没效果，背完就忘，忘完又背，反反复复，慢慢就觉得学中文好难，甚至不想再背单词了。这种感觉真的特别让人灰心。其实我以前学外语的时候也一模一样，总觉得记单词是最难的部分。后来慢慢试了很多方法，才找到几个特别简单、特别好用的技巧，不用死记硬背，也能把单词记得牢牢的。今天就全部分享给大家，都是接地气，马上就能用的方法。对，咱们今天讲的方法，不用复杂的工具，也不用花太多时间，每天抽10几20分钟就能做，特别适合平时学习时间不多，又想快速记住单词、记住不忘记的朋友。接下来咱们就慢慢说，每个方法都讲清楚，保证大家都能听懂，都会用。在讲具体方法之前，咱们先说说很多人记单词错在哪里，为什么总是记不住。大部分人记单词就是孤立的记一个词，比如看到苹果就只记苹果等于 apple， 看到开心就只记开心等于 happy， 完全不把单词和句子和生活联系起来。这个方法真的不行，因为语言不是单独的单词堆起来的，是用来表达意思，用来交流的。你单独记一个单词，没有场景，没有用法，大脑根本留不下印象。就像你把一片叶子单独放在一边，很快就忘了。可如果把叶子放在树的图片里，你就能记住它长在哪里，是什么样子。太对了，还有人记单词，只记意思，不记用法，也不张嘴读。其实中文的单词不光要知道意思，还要知道怎么用在句子里，怎么读准声调，声调错了，意思可能就完全变了，别人也听不懂你说什么。而且很多人背单词喜欢一次性背一大堆，比如一天背50个、100个，觉得背得多就学得快，其实刚好相反。一次性记太多，大脑根本消化不了，前面的还没记住，后面的又混进来了，最后一个都记不牢，反而浪费时间。所以咱们首先要改的就是这个错误习惯，记单词不求多，只求牢，每天记少量的单词，但是要把这些单词彻底记住，会读，会用，不会忘，这才是最有效的。而且记单词一定要结合场景，结合我们的日常生活，这样大脑才容易记住。没错，咱们的核心思路就是不做无用功，不机械重复，把单词和生活绑在一起，和句子绑在一起，用简单的小技巧让单词钻进脑子里，想忘都忘不掉。接下来咱们就一个一个讲具体的方法，每个方法都举例子，大家一听就懂。第一个方法也是最简单、最容易坚持的，
就是生活联想记词法，意思就是你看到生活里的任何东西，马上想它的中文怎么说，想不起来就赶紧查，查完就记在手机里，这样随时随地都能记单词。这个方法特别好用，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生活，要吃饭、走路、上班、上学、买东西，身边全是可以记单词的素材，不用特意找时间，碎片时间就能用。比如你早上起床，看到床就想中文的床怎么说，看到枕头就记枕头，走到厨房看到碗、筷子、杯子、米饭，一个个慢慢想。对，比如你出门坐公交车，看到公交车就记公交车，看到车站记车站，看到路上的行人记行人，看到红绿灯记红绿灯。哪怕你在超市里看到水果、蔬菜、零食、饮料，每一样都对应一个中文单词，这样记下来，单词和生活场景连在一起，根本不用死记硬背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比如你想记饿这个词，不要单独记饿的意思，你就想自己肚子饿的时候的感觉，然后说一句我饿了，我想吃饭，把这个词和自己的感受结合起来，下次你一饿，马上就会想到饿这个词，绝对不会忘。还有像热和冷，夏天天气热，你就说今天好热；冬天天气冷，你就说今天很冷。把单词和天气和自己的感受结合，比你单独写10遍都管用。而且这个方法不用花专门的时间，等车的时候、排队的时候、休息的时候都能做，特别适合平时忙的朋友。而且用这个方法记的都是生活里常用的单词，不是那种很少用、很偏的词。学会了马上就能用，说话的时候能直接说出来，特别有成就感。慢慢就会觉得记单词不难，反而很有意思，不会再觉得枯燥了。第二个方法，句子代词记词法。这个方法能帮你解决记了单词不会用的问题。很多人记了单词，知道意思，但是不会造句，说话的时候用不上，等于白记。这个方法就能完美解决。具体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每学一个新单词，不要只记单词本身，马上造一个简单的自己能懂的句子，句子不用长，不用复杂，用你已经会的单词加上这个新单词就行。比如学帮助这个词，你就造我帮助朋友，或者朋友帮助我。对，句子一定要简单，符合咱们平时说话的习惯。比如学漂亮，就造这个女孩很漂亮；学喜欢，就造我喜欢喝茶；学习，就造我每天学习中文。这样一来，你不光记住了单词的意思，还知道了这个单词放在句子的哪个位置，怎么和其他单词搭配。而且造句子的时候，一定要张嘴读出来，慢慢读，读清楚声调，一边读一边想句子的意思，让耳朵和嘴巴都帮着记，比只用眼睛看效果好太多了。很多人记单词只看不读，其实耳朵和嘴巴的记忆比眼睛更牢固，读得多了，自然而然就记住了。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把意思相近或者相反的单词放在一起造句。比如快和慢，你就造我跑得慢，他跑得快。多和少，造苹果多，梨少，这样对比着记，一下子就能记住2个单词，还不会弄混，效率特别高。我建议大家每天学新单词的时候，每个词都造1至2个简单句子，写在小本子上或者存在手机里。晚上睡觉前花几分钟读一遍这些句子，不用刻意背，读几遍就记住了。第二天再复习一遍，过几天再看一遍，这个单词就彻底属于你了，再也不会忘记。第3个方法，重复复习法。这个方法听起来普通，但是最关键，因为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记单词，都会忘记，这是很正常的事，不是你记性不好，
而是大脑的正常规律。所以克服遗忘的唯一办法就是及时复习。很多人记单词，背完一遍就不管了，觉得自己记住了，结果过2天就忘光了，然后又怪自己记性差。其实不是记性差，是没复习。咱们不用天天复习所有单词，只要按照固定的时间复习，就不会忘。具体的复习时间很简单，记完单词的当天晚上复习一遍，不用花太久，5分钟就够，把当天记的单词和句子读一遍。第二天早上再复习一遍，第3天再看一遍，1周之后再整体复习一次，这样4次复习下来，这个单词就能记很久，甚至一直都不会忘。复习的时候也不用死记硬背，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，慢慢读，慢慢想，想这个单词的意思，想对应的句子，想生活里的场景，轻轻松松复习，不用给自己压力。而且复习的时候，要是发现哪个单词忘了，就重点记这个词，多造2个句子，下次就不会忘了。千万不要觉得复习是浪费时间，其实复习比学新单词更重要。学10个新单词，不如牢牢记住5个，不然学再多，忘光了也是白费功夫。咱们学中文要的是扎实，不是速度，慢慢学，记牢了，进步才会快。还有，复习的时候可以换个方式，比如今天用眼睛看，明天张嘴读，后天自己试着说句子，不用一直用同一个方法，换着来，不会觉得枯燥，也能让大脑保持新鲜感，记得更牢。讲完3个实用方法，咱们再说说几个一定要避开的误区，避免大家走弯路。第一个误区就是不要追求背单词的数量，每天记5至8个常用单词就够了，真的不用多，把这几个记牢，会用比记20个忘19个强太多。第二个误区，不要记很少用的单词。很多人喜欢背一些难的、偏的单词，觉得这样厉害，其实完全没必要。咱们学中文，先把生活里常用的单词学会，比如吃饭、走路、购物、打招呼、描述心情这些词，学会了就能正常交流。先打好基础，再学难的词。第3个误区，不要害怕忘记，忘记是正常的，每个人都会忘，包括学母语的人，有时候也会想不起来某个词，所以不用因为忘记几个单词就灰心，就觉得自己学不好，只要及时复习，慢慢就会越记越多，越来越熟练。第4个误区，不要只写不读。中文是有声调的语言，一定要张嘴读，读准每个字的声调，一边读一边记，耳朵听着自己的声音，嘴巴说着单词，大脑一起配合，记忆效果会翻倍。只写不读很容易记混声调，说话别人也听不懂。其实记单词真的没有那么难，只要找对方法，不用死记硬背，不用熬时间，轻轻松松就能记住。大家只要坚持用这几个方法，坚持1-2周，就能明显感觉到单词记得更牢了，说话的时候也能很快想到合适的词，不会再卡壳了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这期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咱们最后简单总结一下，记单词不用难方法，就用生活联想、句子代词、及时复习这3个方法，避开错误的习惯，不贪多，不偏科，每天坚持一点点，就能把中文学好。没错，这些方法都是特别实用、特别接地气的，没有复杂的道理，大家马上就能用起来。不管你是刚学中文不久，还是学了一段时间想提高，都能试试，肯定能有收获。如果觉得这期节目对你有帮助，一定要点赞、收藏，方便以后随时听，也可以分享给身边一起学中文的朋友，大家一起学习，一起进步。另外，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，每天都会更新慢速中文内容，分享实用的学习技巧、日常对话、常用单词，帮你慢慢学好中文，轻松说中文。
以后还有更多好用的学习方法等着分享给大家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祝你每天都有收获，中文越来越好。再见，我们下期见。